如果把人类学比作一面镜子，它映出的不是某个时代、某个人群，而是我们自己在漫长时间里不断变化的样子。和古人只知眼前的局限不同，今天的我们有了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古生物学、生物学，再加上来自卫星与航天飞机的遥感技术，能从地面温度的细微差别、地下的模糊影像里读出被沙丘掩埋的城墙、丛林中的古路、草原上的旧商道、玛雅的道路、丝绸之路的走向，也能在云端重绘。过去失落的章节正一页页回到我们眼前。这份看见的能力让我们把目光从文明史进一步投向文明之前。人类会写字不过5000年，而我们作为类人猿到猿人再到智人的演化已经走了400多万年。真正塑造我们的并不是最近这短短几千年，而是旧石器时代那漫长的近乎无边无际的采集生活。那时没有农田和城市，人像其他动物一样靠寻找可吃的植物、可捕的动物为生。但人又不像其他动物，因为我们有一颗擅长想象和做计划的大脑，把时间拉得更长。地球50亿年的历史里，生命从无机到有机，再从海洋到陆地，靠的是缓慢而顽强的自然选择。到了更新世，气候剧烈摇摆，谁更能适应新环境，谁就能活下去。人类不是靠爪子和牙齿赢了比赛，而是靠脑子，会直立行走，能解放双手做工具，会把骨头、木头和石片组合成复合工具，会把石头压出又薄又锋利的石刀，会把矛头系上韧带，装上矛杆，后来还会用头毛器。这套技术并不华丽，但把人从徒手的世界带进了工具放大的世界。和技术一起改变的是组织与分工。采集者没有固定的政府，也没有职业化的统治者，大家按营地为单位，20-30人到50人一群，谁更熟仪式，谁来主持祭祀，谁更会打猎，谁去带队。权力不是强制出来的，而是影响力换来的。性别关系也与后来农业社会大不相同，男性外出狩猎带回肉类，而女性在营地周边采集植物、昆虫以及小型动物，女性贡献往往更稳定，总量也更大。所以在很多采集团体里，女性的地位很高，家庭决策权也常掌握在女性手里。欧洲传教士早期的记录里，最让他们惊讶的正是这种人人说得上话的平等氛围。日常饮食同样值得一提，考古学分析的人类粪化石和对目前世界上还现存的采集部落的研究表明，采集者的食谱其实非常多样，营养均衡，且更贴近人体所需，盐少，饱和脂肪少，纤维和微量元素多，再加上高强度的日常活动，心血管病、肥胖、溃疡等现代病并不常见，而且某一种资源短缺就换另一种，他们从来不把赌注压在1-2样主粮上。当然，采集生活并非浪漫滤镜，生产率低意味着必须经常迁移，这也意味着无法携带大量食物，也意味着在极端时期会出现我们今天难以接受的艰难抉择，比如对婴儿与病弱者的残酷抛弃。亲属网络紧紧把人捆在一起，带来安全感，也带来传统的压力与停滞。采集社会用亲情和仪式把成员团结起来，却也很难积累创造出复杂社会制度所需要的大量剩余资源。正因为如此，当农业的生产率像台阶一样跃升时，耕作者以更高的人口密度、更强的扩张能力，迅速把采集团体挤到了边缘地区。信仰与艺术是另一面镜子，采集者知道大量有用的自然规律，哪棵树能止血，哪种叶能驱虫，哪段河该避开，他们对怎么做了如指掌，却不一定知道为什么。当洪水、干旱、疫病无法用经验解释时，他们求助于超自然，求巫术，行禁忌，跳模仿动物的舞，以为可以引来猎物或让谷物自增。洞穴深处的石壁上层层覆盖的野牛与马的壁画，并非为了装饰，而更像是仪式的一部分。把动物画得越像，越有控制的意味。巫师的出现是专业分工的雏形，从日常生产中抽离出来，负责对不可知的安抚与解释。宗教尚未成为严密的统治工具，却已经是群体心理的粘合剂。从地理的视角看，人类的脚程几乎和狗一样远。木筏、独木舟、树皮船、皮划艇各自因地制宜，加上海平面在冰期形成的路桥，人类足迹遍布除了南极洲之外的各大陆。人类大范围的远距离的迁徙带来了隔离，隔离叠加环境适应，
渐渐显出肤色、发质、面部等外观差异，也就是今天所说的人种。需要强调的是，这些差异发生在智人已经出现之后，所以不同人群之间并没有高低智力的天生差别。谁能受教育，谁有机会接触复杂技能，决定了后来历史呈现的迥异道路，而不是基因里写好了谁更聪明。说到后来历史，还得回到一个关键分野，基因进化和文化进化的速度不同，基因的改变需要一代代的筛选与积累，文化的改变可以在1-2代人里完成。蒸汽机、内燃机、电与核能、计算机陆续登场，生产率火箭般上升，而制度、伦理与人类的组织方式却需要更久的时间调整。爱因斯坦的警告并非夸张，如果没有新的思维方式跟上技术的脚步，知识增长越快，风险越大。我们今天焦虑的许多问题，本质上都是技术变了，社会还没跟上的时间差在作怪。把这些线索合在一起，就能看清一条长路。人类先以采集者的身份学会了工具、协作、记忆与叙事，在洞穴的黑暗处把恐惧和期望刻画在古老的石壁上。随后，农业与畜牧让剩余资源出现城市崛起，权力分工加深，这也带来了等级不平等与战争规模的扩张。技术革命一次次推着社会前行，却总把我们推到新的边界上，逼着我们重新回答怎样让智慧配得上知识增长的速度。哪怕从身体的变化，也能看见时代的回升，营养改善、疫病控制，让人均身高一代代拔高。人类在那段漫长的采集岁月里，我们学到的不只是怎么活下去，还有如何彼此依靠，如何和世界相处。当今的我们越是在钢筋水泥和算法包围中迷路，越需要回头看看这条老路，不是为了反骨，而是为了记住，一个更适合居住的世界，从来不是靠某项新工具开辟出来的，而是靠技术与制度同步进化，靠知识与智慧互相牵引，靠我们对人到底是什么的持续追问，慢慢搭建出来的。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